你可能在给孩子洗澡或者陪他玩的时候，无意中摸到他耳朵后面、后脑勺或者脖子上好像有个小疙瘩，圆溜溜的，摸起来还挺滑，像个黄豆或者花生米那么大，看着也不红不肿。问孩子疼不疼，他也说没事。一些家长可能知道，这大概率是淋巴结，进而很容易联想到是不是淋巴癌上身。那么今天我就来帮大家弄明白淋巴结为什么会肿起来，哪些情况是正常的，哪些情况得带孩子去看医生了。首先，大家得知道，孩子脖子上能摸到淋巴结这个事其实非常普遍。有研究说，超过1/3的健康孩子都可能摸到他脖子上淋巴结，而且头颈部的淋巴结本来就很多，尤其像耳朵后面、后脑勺上的，我们叫枕后淋巴结，还有脖子两边都很常见。它之所以会肿大，就好比是身体在给我们发送信号，最常见的原因就是身体在对抗感染，特别是病毒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，比如感冒。你可以把淋巴结想象成免疫系统的一个哨点或者兵站，病毒这些敌人一入侵，哨点里的士兵，也就是淋巴细胞，就要紧急集合增援，准备打仗，这个兵站自然就暂时变大，也就是肿起来了。一般这种肿大在感染开始那几天可能就会有点疼，但这疼痛感通常随着感冒好转很快又没了。不过有一点要注意，就是肿大的淋巴结，它要完全缩回到原来那么小可能需要点时间，几周甚至几个月都有可能。比如说幼儿急疹也是一种病毒感染，很多孩子烧退了，疹子出来了，这时候你去摸他后脑勺或者耳朵后面，经常摸到肿大的淋巴结，但孩子通常不觉得疼，也就是说感染好了，淋巴结还需要时间慢慢消肿。第二个比较常见的原因就是细菌感染。细菌引起的肿大，它的特点跟病毒性的不太一样，通常位置更偏向脖子前面一点，而且往往是单侧肿大比较明显，它周围的皮肤可能会出现发红肿痛的感觉，有时候甚至会影响孩子转头。医生检查的时候，有时能在附近找到感染源，比如说蛀牙或者头皮上有个小伤口感染之类的。还有一些比较少见，但需要咱们提高警惕的情况，像川崎病，这是一种影响血管的病，还有结核感染，甚至极少数是恶性肿瘤。不过这些严重问题通常不会只是一个淋巴结肿大，还会随着其他更明显的全身症状。那关键问题来了，我摸到孩子脖子上有个疙瘩，什么时候该紧张，什么时候又可以先在家观察呢？一个简单的初步判断方法就是看孩子按的那个地方痛不痛，如果一碰就挺疼的，那多半是急性的感染，不管是病毒还是细菌，最好还是让医生评估一下。如果说它不疼，或者只是轻微有点感觉，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重点关注6大警示信号。第一个，看大小和质地。如果这个淋巴结摸起来直径超过了2厘米，或者感觉硬邦邦的，像石头一样，推也推不动，感觉跟周围的肉长在一起了，那就要特别留意。第二个，看它变化的速度。如果这个疙瘩在很短的时间里，比如说就1-2星期明显的变大了，这个也得警惕。第三个，看持续的时间，就是说你观察了大概4周到6周，它一点变小的迹象都没有，甚至还在长，那最好也去查查。第四个，看它长的位置。如果这个肿块是出现在锁骨上面那个窝，就是锁骨上淋巴结肿大，这个位置比较特殊，需要特别关注。第五个，看范围。如果不仅仅是脖子上，还是全身其他地方，比如说腋窝、大腿根、腹股沟也有摸到肿大的淋巴结，这可能提示是全身性的问题。最后第6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，要看有没有伴随其他的全身症状，比如说孩子是不是持续发烧，就是体温老是超过38.5摄氏度，而且持续了1个多星期还不消退，或者体重不明原因的下降，短时间掉了超过10%，还有就是晚上睡觉出汗，衣服都能湿透，而且跟盖被子多少、屋里热不热没关系，我们叫盗汗，或者皮肤上莫名其妙出现淤青瘀斑，再或者孩子张嘴费劲了，或者声音变得嘶哑了等。总结起来就是：第一，特别大，超2厘米，或者特别硬固定；第二，长得快，2周内；第三，不消退，4到6周；第四，位置特殊，锁骨上；第五，全身多处都有；第六，伴有发烧、体重下降、盗汗、
瘀斑、张口困难、声音改变，这些全身症状。这6点，只要出现其中任何一点，都应该尽快带孩子去看医生，让医生来判断。如果这些警示信号都没有，那这个淋巴结肿大，多半就是以前某次感染之后，淋巴结正在一个缓慢的恢复过程中，一般问题不大，可以继续观察。那假设我们去了医院，医生一般会怎么做呢？医生肯定会详细问病史，比如说这个疙瘩什么时候发现的，后来有没有变化，孩子最近有没有感冒发烧，有没有接触过生病的人等。然后最重要的就是体格检查，医生会仔细摸一摸这个淋巴结的位置、大小、硬度、活动度怎么样，看看它周围的皮肤有没有红肿，同时也会检查一下身体其他地方，比如扁桃体、耳朵、头皮有没有感染灶，也会摸摸肚子，看看肝脏脾脏大不大，再看看腋窝腹股沟这些地方有没有也肿大的淋巴结。经过这些初步评估之后，如果医生觉得良性的可能性很大，可能就不需要做特殊检查或者治疗，建议家长回家去观察就行。如果医生觉得有任何可疑的地方，或者不能完全排除其他问题，就可能会建议做一些检查了，比如说抽血，看看血常规、炎症指标什么的，或者做个验拭子，查查有没有链球菌感染，有时候可能会做个 B 超，看淋巴结内部结构，必要时可能还会建议做胸片，甚至极少数情况下需要做淋巴结活检，就是取小块组织下来化验，来最终明确到底是什么原因。至于治疗，那完全就看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了。如果是细菌感染明确了，那就用抗生素；如果是其他疾病引起的，比如说结核或者更少见的情况，那就针对原发病进行治疗了。总的来说，孩子脖子上那些小疙瘩，大多数情况下确实就是免疫系统在正常工作的表现，尤其是在感冒发烧之后，算是身体的一个正常反应。关键就在于家长要学会观察，心里有个谱，特别是要牢牢记住上面反复强调的那些需要警惕的警示信号。了解这些常见原因和危险信号，就能帮助你在真正需要时及时获得专业的帮助，同时也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焦虑和担心。好了，这次我们是聚焦在淋巴结肿大这个相对比较容易被发现的信号上。那么，你有想过孩子的身体可能还在通过哪些更细微的，我们平时不太容易察觉的方式，悄悄地传递着他们健康状况信息呢？欢迎在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觉得本期内容对你有帮助，别忘了点赞、评论和订阅哦！你的支持是我们持续更新的动力。